这里是湘西州花园县长乐乡。刚进入这边的时候，就发现整个寨子犹如一处世外桃源。我脚下的这块还比较平坦，将近有200多亩。整个寨子有14栋房子，绝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空着，没人居住，大部分呢都是木房子。刚刚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房子的后方，也就在我身后的方向，有一处地方感觉特别的奇怪，感觉是人为修建一样的。我就联想到，在大山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地方可能是一座古墓呢？带着这个好奇心待会儿我们走到寨子里面去询问一下当地的老人，看看这处地方从无人机看起来是好几块这个土围起来的一个土包，中间呢是长方形的，感觉好像是一块稻田。那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过去询问一下。等我们爬了以后，人家了我就吃过我这又是3家人3家人房子他是老人家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的是本地的话，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吗？身旁的这栋木房子呢，是这个大叔以前从小生长的地方。他说以前就在这边长大的，然后长大了之后就从这边分出去了。然后整栋木房子呢是3户人家的。然后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寨子的时候就发现景色特别的美。尤其刚才我飞无人机的时候，我发现你们整个寨子好像只有10多户人家现在大部分的房子都还住着人吗？都住着。有空的房子吗？大部分都住着。有空的嘛，总没得有空的房子吗？有空的。有5路中下。那我很好奇通过我无人机的镜头，我看了一下，整个寨子好像一个风水宝地。你们这地方出了一些大官？没有主要是老师，大部分都是老师。整个寨子1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是老师吗？大部分都是老师。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有吗？也可能嘛。差不多那我们屋那有我们屋里没得是上一代有嘛。上一代，你们家是上一代有老师？有老师。基本上都有一些正式工作的人，走出去了。在这样的大山里面是不容易的。这个地方比较偏僻，距离县城有25公里左右，距离镇上也有5公里。然后整个寨子隔其他的寨子特别的远，独门独户吧，相当于整个寨子呢建在一个3面就是悬崖峭壁的一个山顶之上，地势还比较平坦，将近有200多亩。然后这边呢种的有稻谷玉米还有烟叶那你们现在大部分的收入是靠什么呢？大部分收入就是种地。就是种地。然后我飞无人机的时候，我看一下你们房子后面有一块地很平，然后几块地是给它围起来，像一个圆形的，中间是一块方方的一块稻田。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是原来集体化的时候，我们集体修的还是喷灌池。以前是一个喷灌的池子。养水的地方了，今后那里干了以后就这样抽水去吃。那我懂了。刚才我用无人机看的时候，我还以为那边可能是一座古墓之类的，原来并不是的。在我们那个沟嘛，我们修下来，我这里把这杆上去就灌到里头的，有个小四四方方在我那边喷水。现在你们这边都通了公路，还挺方便的。也方便。水电都比较好用吗？水电都可以。都还可以可以。那现在生活也挺好的。下雨了，我们走到里面去看一下。生活条件表示一般了。像你这栋房子大概建了多少年了？建了可能50年了。60来年。有了。你今年多大了？80年了。我今年70几了。70几岁。以前你小的时候这栋房子有了吗？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才起。你小的时候这栋房子是刚刚建的。那是60、70年。那我们走进去看一下。你们应该是土家族吧？我看你们中间是一个堂屋，然后这边是你们平时祭拜祖先的一个地方。这个堂屋是平时有客人过来，在这里可能有些吃饭坐着聊天的地方。是。然后这里是一个什么位置呢？
这是养活客户的一个火塘，啊到冬天还要熏腊肉。啊我看这边都是铺了木地板，啊这样的木房子还挺好居住的哈。嗯然后那边是一个碗柜嘛，啊哦，还挺方便。这个窗户啊也留的比较大，所以房间里面的采光性呢也比较好啊。像这样的房子大概有几个房间？像这个房子，现在的房间就是2个，只有2个房间啊，一个火塘，哎煮饭炒菜的地方，然后加上一个客厅，嗯，可能在旁边还有个猪圈，有个旱厕。这边是厨房，哦，那边是厨房的位置。啊那这样的一栋房子，基本上一家人生活起居都在这边，还是挺方便的了。哎这栋房子开门见山，门前的视野特别的开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个院子呢都做了一个水泥的优化，将近有100来平左右，养的有些鸡，那边呢还有几条小狗。其实这栋房子呢距离邻居还是比较近的，闹中取静嘛。整个寨子呢只有10多户人家，大家紧挨着建在一起，相互之间呢有个往来，挺好的。看门前的视野特别开阔，一大片的稻田，并且稻田里面啊每年都会养一些稻花鱼，到秋天的时候打河的时候就可以到田里面去抓鱼了。再过去呢，那排大树底下的位置就是非常深的峡谷了，在那边呢就是悬崖峭壁，常年呢那里都流着溪水，并且在悬崖峭壁的上方还有一条瀑布，景色啊是非常美。可能呢在这里给大家形容，大家可能没有直观的效果，通过航拍应该都可以看得到。我在想，整个寨子啊这么僻静的一处地方，好好的给它利用起来，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很不错的。距离县城有20多公里，距离镇上呢也只有几公里，在这里啊做点种养结合，在这里养老是非常不错。然后海拔呢差不多是600米左右，到了夏天啊住在这里也是非常凉快的。这都破不脱。大叔啊，你们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以前的祖辈怎么是在这边生活的呢？原来啊老人家都我们原来是江西的嘛，江西的江人西那边地方呢地形多了，啊，就有点困难一样。那个粮食呢可能供应不下来，吃不饱，吃不饱，他就分两地方在这个地方。哦，相当于你们的祖辈是从江西过来的。啊，走到我们湖南这个不发源嘛，就走这个地方来黑了，那里不见路走了嘛，他不是到这个地方洗了，到地方一洗了，第二天起来了以后呢，他们就到处一看，那些包谷豆豆就是像手盖桶啊，他们讲人这个地方是好透气啊。这个包谷盖，那时是看的翅膀，都没兴耕地了，就是翅膀里头看了稍微把好了以后，他就种了当做肥料，种了包谷大根大根，他就讲这个地方好透气，就到这里就住着好了。我大概听懂大叔的意思了。他说他的祖辈是从江西那边2兄弟分过来的。当时在江西那边呢，生活比较艰苦，吃不饱饭，2兄弟呢就走到湖南这边，走着，到了晚上，没地方住了，就在这个地方呢住了下来。第二天呢，天亮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家，但是这个玉米呢长得非常的好，有手臂这么粗，而且那时候没有肥料，他们就觉得这块地方呢可能比较有利于庄稼的一个生长。慢慢的呢，祖辈就在这里安家，建了房子，开垦土地，慢慢的就繁衍生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了下来。后面呢，慢慢的，然后逐渐的扩大，就变成了10多户人家，把周边的土地呢都给开放出来了。对，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家庭都是靠着祖辈们世代这样子去繁衍，一代一代的教育的后人。确实，这个家族挺了不起的，我感觉。好吧，他这个名那个名字就是走那时候取的名。日前他们来开了到这洗了，还他们就属于开了嘛，只要在淹到这里洗了，这还可以洗的。这个村叫做客西坪，客人来了在这里休息，平安的在这里
克西坪这个村。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故事，只是怎么去发掘它而已。拍到这里，实际上我是挺好奇的。刚刚和这个大叔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整个寨子14户人家，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出现一些教书匠，在古时候呢叫做教书匠，现在呢我们都叫做人民教师。其实，在我们这个大山里面，能从大山里面走出去，当上人民教师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职业了。毕竟呢，吃上了国家饭碗，对不对？然后整个寨子，他们究竟是怎么培育这些小孩子走进大城市去读书，考上教师这个职业的呢？我就比较的好奇了。可能呢，当我把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整个寨子确实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形似一个宝岛一样的，四面呢都是悬崖峭壁，唯独有一条公路可以进入寨子里面。然后周边呢群山环抱，有山有水，可能呢也就造就了当地人呢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每家每户呢都走出去一些大学生，不光是他在他们这一代，在他这个大叔上一代，他的父亲也是教书匠。当年可能在这边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很多外地的朋友通过了解湘西应该都清楚，我们湘西呢一是比较古老的一个放谷赶尸，然后呢就是土匪。像这样的寨子呢，独门独户建在山顶之上，大部分呢当年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土匪而来到这样的地方去隐居生活。其实今天已经修通了公路，但是我们外地人过来依然感觉整个寨子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因为整个寨子呢只有一条公路可以通往寨子里面，在寨门口做上一道院门，别人呢是无法进来的。所以当年呢，我相信他们在这边生活，可能祖辈是为了躲避土匪。如果大家有兴趣对这类的视频比较喜欢的话，下次呢我们持续的去走到湘西的寨村去给大家拍摄这样的视频，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当地人的一些生活。好了，我是石头，这期呢就给大家聊这么多，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